老外情侣来到中国农村，推开酒店房门的那一刻，直接惊掉下巴。Look at this. Guys, look at this. For an incredible view of a hotel room, just look at the sheer size of this window. 超大的全景落地窗，全自动旋转大床，窗外就是连绵不绝、如诗如画的神仙山水。这哪里是什么中国农村呀？这分明就是藏在乡村里的顶级旅游度假胜地。今天咱们就跟着英国情侣鲍勃和伊芙去看看他们在中国广西阳朔是怎么一步步被震撼到怀疑人生的。各位吃瓜群众们，搬好小板凳，咱们今天的主角是来自英国的硬核旅游博主鲍勃和伊芙。这俩人之前一直在中国的大城市像上海、广州转悠，被那些赛博朋克的高楼大厦迷得神魂颠倒。这回呢，听了广大网友的疯狂安利，决定走出钢铁森林，去感受一下中国真正的大好河山。他们的第一站是从澳门过境到珠海，刚一过关，这俩人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被眼前的景象给整懵了。在很多老外的认知里，火车站嘛，不就是个破破烂烂、到处漏水、挤满流浪汉的搭车点吗？ It's mad that this is just a railway station. Yeah. Railway station, shopping mall. 结果这火车站宽敞明亮，各种品牌商铺林立，干净的连地板都能反光，简直比他们国家首都的高级商场还要豪华气派。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兄弟们！鲍勃对着镜头那是赞不绝口，直呼在中国陆路过境简直离谱到不敢信，实在是太简单太丝滑了，几分钟搞定，连个排长队的机会都不给。他们今天的行程可不轻松，要先坐高铁去广州南站，然后再转车一路杀到广西桂林的阳朔，拿着英国护照在自助检票机器上随便一扫，滴的一声，闸门秒开，直接进站。这行云流水的操作，把还在用纸质车票、天天忍受火车晚点的某些西方游客看的是一愣一愣的。科技改变生活，在中国真的不是一句空话。上了高铁，这俩人又无缝切换到了没见过世面的惊叹模式。他们买的是去广州的头等座，大家猜猜多少钱？才不到9英镑，折合人民币也就80-90块钱。想想在英国坐个火车又贵又慢，还动不动就罢工，这落差感，求鲍勃此刻的心理阴影面积。到了全亚洲最大的高铁站之一广州南站，鲍勃和伊芙背着个比人还大的登山包，像两个好奇宝宝一样在乌泱泱的人群中穿梭。接下来去阳朔的这趟车，他们买的是普通的2等座。伊芙还对着镜头自嘲，说要体验一把牛马舱了。在他们的刻板印象里，人这么多的普通车厢肯定又挤又乱，空气浑浊，能不能安全通过全看运气。结果上了车一看，啪啪打脸。车厢里虽然人多行李多，大家大包小包的，但一切都井然有序。座椅舒服的不行，空调开得恰到好处，连洗手间都干干净净。经过几个小时的平稳飞驰，列车终于抵达了阳朔站。My God, look at the train station! Look at this! Wow, this has to be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train stations. 咱就是说，这老外刚一下车，魂儿都要被眼前的景色给勾走了。阳朔是广西桂林下辖的绝世宝藏县城。俗话说得好，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整条漓江最绝美、最精华的景色全都藏在这个地方。这里遍布着世界上最独特的喀斯特风林，山清水秀，随便一眼望过去，就像是一幅流动的绝美水墨画。鲍勃拿着相机360度狂拍，嘴里一直念叨着我的老天爷，估计他长这么大就没见过直接建在风景画里的火车站。这哪里是出站口，这分明是通往仙境的大门啊！出了站，他们打了个网约车直奔酒店。一路上，汽车行驶在平坦宽阔的柏油马路上，伊芙趴在车窗边，看着窗外层峦叠嶂的青色山峰，眼睛都不舍得眨一下。西方媒体天天在新闻里说中国到处都是灰蒙蒙的工业城市，环境污染严重，这谣言在阳朔的绿水青山面前简直不攻自破。到了酒店门口，俩人又被狠狠震撼了一把。这家叫桂林良宿的酒店，外观设计的就像个奇幻的粉色城堡，一行楼梯加上垂直的景观电梯，满满的现代艺术设计感。礼宾员热情地帮他们拉开门，一声亲切的你好，瞬间把异国他乡的安全感拉满。服务态度简直不要太好，完全打破了他们对中国服务业态度差的偏见。推开房门的那一刻，才是真正的暴击。前方高能预警，老外即将原地飞升。An incredible view of a hotel room. Just look at the sheer size of this window. This is Oh my why lord. people 房间里巨大的 L 型落地玻璃窗，毫无保留地把连绵不断的翠绿山峰送到了他们眼前。
伊芙激动地直接在窗前张开了双臂，大呼小叫。更离谱的是，房间正中央居然是一张圆形的旋转大床。你想看哪边的风景，按个按钮，床就带着你360度慢慢转。这设计简直把浪漫和奢华玩到了极致。鲍勃人都麻了，直呼自己这辈子走遍了全世界，都没住过这么牛掰的酒店房间。旁边还有一个白色的圆形独立浴缸，一边泡澡一边看着无边无际的自然风光，这简直就是神仙过的日子啊！连卫生间配的吹风机都是大牌戴森。伊芙作为一个女孩子，当场就表示这波操作太懂女生了。就这硬件配置，这无敌的窗景，这贴心的服务，放在欧美，住一晚不掏空你半个月的工资想都别想，但在中国绝对的物超所值，性价比高到让人想哭。在酒店美美地休整了一番，洗去了一身的疲惫后，夜幕降临，俩人肚子也饿得咕咕叫了，决定出门觅食。他们这回要去的地方是大名鼎鼎的阳朔西街。在鲍勃和伊芙的想象中，阳朔既然是个被大山环绕的农村，那晚上估计连个路灯都没有，肯定是黑灯瞎火，冷冷清清的。Packed with people, which is China all over. It's got bright lights. 结果一踏入西街的地界，这俩人直接傻眼了，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这哪里是什么农村啊？这分明就是个不夜城。街道两旁灯火辉煌，各种带有中文招牌的商店鳞次栉比，街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远处的喀斯特山脉在暮色和霓虹灯的映衬下若隐若现，和这繁华的烟火气完美融合。给大家补充个背景，这县城里的千年西街，白天适合逛小店、喝咖啡，晚上那可是灯火满街，各种酒吧小吃摊火力全开，氛围感直接拉满。鲍勃和伊芙走在拥挤的人群中，深刻感受到了什么叫中国式的安全感和夜生活活力。老外们总觉得晚上出门不安全，但在中国，半夜12点你甚至还在排队买烤串。为了寻找最正宗的当地美食，他们决定听从网友的建议，去尝尝阳朔的绝对招牌菜啤酒鱼。走着走着，他们被一家叫刘姐啤酒鱼的露天餐厅吸引了。本来鲍勃还担心在旅游景区吃饭会被当成大冤种宰客，找不到正宗的味道，但看到里面坐满了当地人和游客，本着来都来了的国际通用游客心态，决定勇敢尝试一把。点餐的时候，这俩老外也是笑料百出，拿着菜单一顿比划，最后听了服务员大姐的热情推荐，点了一份排名第1的招牌啤酒鱼，外加一份米粉和2瓶冰镇梨泉啤酒。And can we get one of the rice noodles? Okay, noodles. And can I have a pigeon? 啤酒。伊芙对着镜头兴奋地报价格，说这份啤酒鱼大概20英镑，将近200块人民币。本来觉得有点小贵，毕竟在小县城嘛，但一想到是在这么热闹的景区，也就释然了。结果等菜一端上来，这俩人再次惊掉下巴。这哪里是一盘菜啊，这简直就是一个洗脸盆。巨大的砂锅里，热气腾腾的啤酒鱼在咕噜咕噜的冒泡，浓郁的香味瞬间扑鼻而来。伊芙眼睛都瞪圆了，直呼这分量也太实在了，这哪里是2个人吃的，一群人吃都够了。再看看那1英镑1瓶的啤酒，大的跟伊芙的脑袋差不多。It's about £1, and I thought it was going to be a small beer, but actually, it's quite a large one. Size of your noggin. 谢谢。在西方国家，景区里一瓶矿泉水都能卖你天价，这中国的物价真的是低到让他们震惊。鲍勃迫不及待地夹了一块鱼肉放进嘴里，瞬间被这嫩滑的口感和浓郁的酱汁彻底征服了。这啤酒鱼啊，是用新鲜的漓江淡水鱼加上啤酒、西红柿、大蒜等秘制酱料炖煮出来的，味道那叫一个绝。搞笑的是，这俩人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吃，直接把没煮熟的米粉倒进锅里。后来热心的服务员大姐实在看不下去了，跑过来用翻译告诉他们得先吃鱼，然后再下粉煮着吃。俩人听完哈哈大笑，这接地气的互动真的是太有意思了。这顿饭吃的他们是肚皮滚圆，结账一看才244块钱人民币。鲍勃对着镜头疯狂安利，觉得这简直是白菜价，吃得太爽了。第二天一大早，阳光明媚，微风不燥，鲍勃和伊芙决定深度探索一下阳朔的自然风光。怎么探索呢？当然是入乡随俗，租一辆中国出行神器小电驴。来到租车点，老板推出一辆薄荷绿色的电动车，可爱的让伊芙直呼想带回英国。接下来的一幕再次让老外感受到了中国科技的降维打击。鲍勃掏出手机，对着老板的2维码轻轻一扫，滴的一声，支付成功。伊芙在旁边激动地说，在中国这么偏远的乡下，居然能用支付宝扫码租车，一部手机走天下，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而且租1天的价格，你敢信？
只要40块钱人民币，折合下来才5美金左右。这在英国估计连个自行车车轮子都租不到。戴上安全帽，俩人骑着小电驴，迎着微风，开启了他们的十里画廊奇幻之旅。A 10-mile highway that goes down here with these beautiful paths on either side. It's lined by trees and it's just a really pretty area. 各位，这十里画廊可不是盖的，这是一条非常适合骑电动车慢悠悠闲逛的绝美公路。道路两旁绿树成荫，雄伟的喀斯特奇峰拔地而起，骑行在其中就感觉自己是在一幅巨大的山水画里穿梭，简直不要太惬意。鲍勃在前面骑的那叫一个欢快，直夸这小电驴安静，加速快，简直是探索大自然的完美座驾。不过搞笑的是，这车座实在太小了。尽管如此，俩人一路上还是笑得前仰后合，这种简单纯粹的快乐，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Right, what are all these people doing? There is a huge crowd of people over this. 骑着骑着，他们路过一座石拱桥，发现桥下河面上停着好多竹筏。这里其实就是著名的玉龙河，被称为小漓江。坐着人工竹筏穿行在稻田和奇峰之间，那叫一个惬意。俩人停下车，准备去看看热闹。这时候，一位戴着草帽的中国老奶奶提着一篮子手工编织的彩色花环走了过来。在国外的很多景区遇到这种推销的游客，往往会很警惕，生怕被强买强卖或者是骗局。但鲍勃觉得这种靠自己双手编织花环赚点小钱的当地奶奶非常值得支持。他毫不犹豫地掏出手机扫码，花了微不足道的几块钱，给伊芙买了一个漂亮的花环头冠。Yeah. Yes. Wow, that's very beautiful. Okay, thank you. Bye bye. 老奶奶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说谢谢。伊芙戴上花环，瞬间化身阳朔小仙女。这种人与人之间简单友善的互动，才是旅行中最温暖的风景。带着美丽的心情，他们继续骑行，来到了今天的第一站打卡地——天青色咖啡馆。咱就是说，这老外选地方的眼光还是相当毒辣的。停好车，顺着一条长满野花和绿草的泥土小径往里走，伊芙感觉自己像是闯进了爱丽丝的仙境。这家咖啡馆建在群山环抱之中，环境清幽的不像话。刚一进门，一只胖乎乎的柯基犬就摇着尾巴跑过来迎接他们，把伊芙的心都萌化了。He is so chunky, so I think this is the dog for the cafe. 走到室外的观景平台，俩人再次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集体失语。宽敞的木质平台上铺着地毯和靠垫，正前方就是毫无遮挡的壮丽喀斯特山峰。鲍勃瘫坐在椅子上，发出一声长长的舒气声。他说这绝对是他们去过的全球排名前10的咖啡馆。不，伊芙马上纠正说，是有史以来最美的。坐在这里，喝着咖啡，看着满天飞舞的蝴蝶，看着眼前这不真实的风景，西方媒体口中那个脏乱差的中国到底在哪里？这简直是全世界都羡慕的神仙生活好吗？喝完咖啡，充好电，重头戏来了。他们来到了漓江边，准备去打卡一个所有中国人都在钱包里见过的地方。伊芙站在江边，掏出一张20元的人民币纸币，对着镜头举了起来。没错，这里就是20元人民币背面的取景地。江水清澈，远处的九马画山和黄布倒影如诗如画。江边停着几只竹筏，上面还站着几只威风凛凛的鸬鹚，也就是咱们说的鱼鹰。在古代，渔民就是靠它们来捕鱼的。鲍勃一看这架势，骨子里的中二之魂燃烧了，拿着手机翻译软件就去找竹筏大爷沟通，非要体验一把当中国渔夫的感觉。 Here he goes. This is when Bob becomes a Chinaman. 谢谢。Wow. Okay. What do you think, you? I think you look great. Yeah? This could be your life now. Looking out this way? A simpler life. 鲍勃体验完，接下来是伊芙。他戴上巨大的斗笠，挑起一根扁担，扁担两头各站着一只大鸬鹚。So China. 谢谢。Just a gal. 这画面别提多有违和感，但也特别逗。伊芙站在竹筏上，一边努力保持平衡，一边对着镜头大笑。这鸟看着不大，实际上分量可不轻，把伊芙累得够呛。但这绝对是他这辈子做过的最疯狂、最酷的一件事了。大开眼界，真的是大开眼界。夜幕再次降临，在古镇溜达了一天的两人，肚子又咕咕叫了。这次他们决定吃点清淡的，目标锁定桂林米粉。他们走进一家古色古香的小餐馆，里面的食客还不少。
对于老外来说，在没有英文菜单的中国小馆子里点菜，简直就是一场大冒险。他们拿着菜单，靠着肢体语言和几个简单的中文词汇，成功点到了2碗米粉和2瓶冰啤酒。啤酒？有。啤酒？有。2。冰不冰？cold. Cool. Cool. Okay. Okay. 谢谢。 Let's see. You put them. 当服务员把热气腾腾的米粉端上桌时，俩人又一次万万没想到。他们一直以为桂林米粉是干拌的，结果端上来是带汤的。先不管那么多了，吃就完了。伊芙夹起一筷子米粉吹了吹，哧溜一口吸进嘴里，清淡鲜美的汤汁配上酥脆的黄豆、葱花和香菜，还有大块的牛肉和猪肉片，味道简直绝了。鲍勃对碗里的牛肉赞不绝口，说这汤底喝下去整个人都暖和了，非常健康美味。俩人毫无形象的大口嗦粉，这画面真的是太接地气了。吃饱喝足，这一天的阳朔之旅也画上了完美的句号。伊芙对着镜头笑得特别灿烂，他说他太庆幸自己来到了中国的这个地方，这里的美丽，这里的安全感，这里友善的人民，给了他一次完全不同于以往认知的奇妙体验。那些关于中国的谣言和偏见，在这一刻早就被这绝美的山水和一碗热腾腾的米粉冲刷得一干二净了。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节目做得还不错，那请你给我的视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谢谢您的支持。看完鲍勃和伊芙的阳朔之旅，大家是不是也想去桂林嗦一碗正宗的米粉了呢？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精彩视频吧。